什么是稳定币？它到底是货币还是支付工具？为什么要创造它？它是新货币世界的霸权吗？为什么特朗普都站出来支持它？如何把握稳定币的投资机遇呢？为什么香港也要推行稳定币呢？大国是不是在悄悄地发动数字货币战争呢？写了一大堆的问题，今天这篇是保证烧脑的，而且是有史以来我写的最长的一篇了，写的我的 CPU 都冒烟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稳定币？从前有一座小岛，岛政府铸造了一种货币，叫做岛币，规定岛上买东西只能用岛币。有一天，岛上开了一个巨大的赌场，这个赌场很新潮的，里边的游戏是五花八门，有以太坊、比特币、狗狗币等等各种花里胡哨的玩法，让人是眼花缭乱。当然，价格也是暴涨暴跌，非常的不稳定。赌场老板觉得岛币兑换麻烦，就自己印了一批电子加密筹码，用于内部结算，并且是承诺一枚筹码永远等值一枚岛币，1:1，随时可以兑换。但是走出赌场，筹码并不能买烟，也不能买糖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赌徒觉得筹码使用很方便，可以24小时转账，而且几乎是没有手续成本。他们之间就开始用筹码互相结算，特别是那些手上有灰色收入的人，他们发现赌场筹码不像岛币那样子受到监管，没有实名登记，没有转账记录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不经过银行，不用排队，更加不用纳税。很快不只是赌徒，军火中介用它跨境结算，毒贩用它收款，洗钱集团用它转移资金，甚至某些小生意人都开始用它了。赌场老板一开始只是想提高效率的，但是慢慢的，他发明的筹码竟然成了整个岛上增长最快、流通最广、使用最频繁的非官方货币。这个加密筹码它叫稳定币，被称为通往数字世界的货币，本质上是跟去澳门玩是一样的，换好筹码我们才能玩游戏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合法吗？从一开始，岛上的政府就明确地表示，这不是法定货币，不允许作为支付手段的，更加不能在银行体系里流通的，态度是非常坚决的。为什么这么坚决呢？如果把国家比喻成公司，那它跟公司一样是需要盈利才能够维持运转的呀，因为它需要发工资、搞基建、养军队、提供公共服务等等。那它靠什么盈利呢？答案是税收。现代国家的财政系统本质上是建立在3大支柱之上的。唯一合法的货币发行权只有政府才能印钱啊，银行体系的实名流通，所有的钱都是要走账面的，国家才能看得见嘛。强制的征税机制，一旦你有收入了、有交易了，就必须向岛政府交一份税的嘛。那么假设有一个叫做侯亮亮的超市老板，他贴出了一个稳定币的收款码，顾客扫码付款，1年下来营收是500万，请问这500万需要缴纳什么税呢？税务局他知道吗？银行他知道吗？他们都不知道，因为这笔钱没有经过银行系统，没有生成发票，没有走过任何的账面，更加没有纳入申报流程，结果就是国家收不到1分钱的税，而侯亮亮的钱全部干干净净的进入了自己的钱包，一个链上的地址。这就是问题的根本。加密货币之所以让世界上各个国家很紧张，因为它绕开了国家的货币征税系统。它不只是一个支付工具，它是一套另起炉灶的金融系统。这玩意儿是动了国家最根本的命根子呀，税收主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特朗普为什么却要力挺稳定币呢？难道他就不怕少收税吗？按照传统的理论认为，稳定币确实是存在漏税的机会的。但是如果按照现代货币理论，税收压根儿就不是政府养活自己的收入了，它的作用只有3个：第一是创造本币的需求，第二是抑制通胀，第三是调节财富分配。所以特朗普不怕收不上税，他怕的是美元循环体系的断裂。没有人要美元，美债就没有人接，那信用体系就崩塌了，这才是大问题。
所以其实他在打美元保卫战。怎么解释呢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，黄金退场了嘛，世界就进入到了信用货币时代。美元不再锚定黄金，那它靠什么维持全球主导的地位呢？聪明的你一定会说，靠石油啊！美国靠石油美元维系霸权，但这其实只是表面，真正支撑美元霸权的是一个分层结构的金融帝国。一方面是美国的综合实力、军事、科技等等，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述了。另外两个我们是需要重点聊一下的。从石油到中国制造，在2000年之前，美国的底层信用确实是锚定石油和天然气这类的刚需资源，全球要买油就要用美元嘛。但是2000年之后，中国加入了 WTO， 正式成为世界工厂，从 T 恤电饭煲到手机到汽车零件，世界各地都想要中国制造的商品，而这些商品大多数都是美元计价和结算的。也就是说，全球想买中国的东西，就得先去准备美元，那不就是推高了美元的需求吗？成了强势货币了呀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买中国制造要用美元啊？商品交易本身是没有天然使用哪种货币的义务的，而是市场习惯加上定价体系加上结算清算系统，决定了使用美元更加方便嘛，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美元刚需。但是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开始，局势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一些国家就开始反思啊，为什么买中国的东西还非要准备美元？人民币可不可以啊？欧元可不可以啊？也不是不可以啊，都是可以的呀。于是越来越多的和中国紧密贸易往来的国家，比如中亚、非洲、中东地区等等，开始尝试着使用国际人民币来结算贸易了。这催生了一个新的趋势，人民币正在作为结算货币进入全球贸易体系，也开始被部分央行纳入了外汇储备。虽然目前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是不到3%的，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探索。如果说石油和中国制造提供了美元的实物需求，那么日元则在幕后扮演了一个加杠杆的角色。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抽象，那我们就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了。日本有一个著名的词叫做渡边太太，指的是一群投资外汇的日本家庭主妇，他们的投资很简单。日本不是长期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吗？那你在日本借1000万日元，利息几乎是为0，那换成大概是7万美元。如果买入5%收益率的美国短债，一年收益大概是3500美元。几乎是没有风险的，这种家庭理财是风靡日本。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渡边太太都这么做的时候，甚至被金融机构放大操作的时候，就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套利通道，借日元换美元流入全球市场。这条路径把更多的美元注入给了世界，推高了美元的全球流动性和美元资产的价格。但是这种机制也是极其脆弱的，比如日本央行在2024年结束了长达17年的负利率政策，并且将长期国债收益率目标上调至1%以上，那渡边太太就会收手啊，套息交易终止，全球美元流动性开始收缩。这对美元意味着什么呢？美元购买需求减弱，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缩，美债首当其冲，推升美债的收益率，然后加剧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。翻译成朴素的语言就是，美国原本是靠日本的钱在支撑着债台高筑的生活，日本人借着低息的日元去换美元，大量买进美国国债，相当于美国政府的长期金主爸爸嘛。但是如果日本开始加息了，大家都觉得借钱就不划算了，反而就是把手里的美元资产给卖掉了，换回日元去还债嘛。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债呀。那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买家，
一旦日本大规模的进行抛售，那就等于金主撤资啊，那美国借钱就会越来越贵呀，那政府融资的成本就直线的上升了，这相当于美国政府突然就没钱花了，还要多付很多的利息，压力山大。你说特朗普急不急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急需救命稻草。但是他心里也是十分清楚的，关税战根本不是救命稻草，那只是为了选票的表演。真正想救美元，必须找一个新的金主，续命美元信用。答案是支付稳定币。注意了，它叫支付稳定币，这是天才法案的部分原文件。你看这个词 payment stablecoin 不是单独的叫 stablecoin， 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稳定币只是币圈用来炒币的数字筹码，让他们在赌场里转来转去，体量是大不了多少的，也不过是赌场内部的积分游戏，对美元体系是毫无价值的。可是如果这些筹码可以走出赌场，走入现实的生活呢？它能够用来买咖啡、付工资、跨境购物、支付国际贸易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就像 Visa 一样可以使用了。那就意味着美国发行的不再是美元本身，而是美元的影子分身，一种全新的全球可以用的新型支付工具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看天才法案当中，它主要是干了一件关键的事情。第一，支付稳定币必须绑定美元或者是美债，至少是60%的储备必须是买美国国债的。第二是只允许用于日常支付，不能够被拿去做高风险的金融操作。换句话来说，它在打造一个看似去中心化，实际上是牢牢锚定美元信用的新体系。美元 2.0 来了，他发的每一枚稳定币必须是用美元或者是美债来做抵押的。那这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美国发明了一种民间发钞权，但是钞票上的墨水、纸张、模板全部是来自美国财政部，而且只允许你干一件事情，拿着这些新美元去消费、去结算、去支付，但是不能拿去炒房、炒股或者是搞其他的风险投资。也就是说，只能拿去用，不能拿去赌，这才是支付稳定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本质区别。消费者每花一笔钱，它背后就有一笔美债被买下来，美元的信用就会被续命一次。这算盘打的是叮当响啊！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？是让这颗种子在全世界发芽吧。东南亚的跨境电商用它来结算，拉美的支付系统用它来转账，中东的劳工汇款用它打钱回家。这才是特朗普阵营力挺支付稳定币的终极算盘吧。但是难道就这么让它顺风顺水一家独大吗？香港立马说不好意思，我们也要来一套的香港对稳定币立法。不声不响的在稳定币这场全球金融新战争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，要抢占锚点定义权和交易清算权。你只能锚美元，我可以锚港币、美元或者欧元，甚至黄金。你只允许用于日常支付，我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，跨境支付、日常消费、投资避险、供应链金融、留学汇款等等多元化的领域。你要的是美元影子的全球扩张，我要的是多锚点共存的支付主权。别忘了，港币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币，港币的发行本身是锚定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。这一次香港的操作更像是一场金融版的围魏救赵，表面上它是配合全球趋势推动稳定币的监管，实则是在侧面打美元霸权。想象一下，当港版的稳定币逐步成熟并且广泛应用，那么假如在东南亚跨境电商平台之上用的是锚港币的稳定币，那假如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工程项目当中用的是锚人民币的稳定币，假如在中东贸易结算当中锚黄金的稳定币成为避险资产，这一切绕开了 SWIFT， 不走美元计价了，而是建立本币锚定加上资产共识的新秩序之上。
本质上是美元稳定币和去美元稳定币的战争，是加密货币权力的新版图之争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稳定币真的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货币吗？我认为不一定，原因很简单，也很致命，稳定币它不生息。人类金融体系发展几千年，最底层的动力只有4个字：利息机制。从最早的农作物交换，再到经营本位制，再到现代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，人类最前的最大共识从来不是它能不能花，而是能不能生息。你愿意去买债券、股票，是因为它能带来回报。你哪怕存银行买余额宝，也是希望它能生出点什么。这就是金融的本质，把今天的钱变成明天更多的钱，正是钱生钱的能力，让货币不只是交易媒介，更是资产的载体。可是稳定币呢？稳定币的设计目标是稳定，而不是增值。它就意味着你持有它1天，它不涨；你持有它1年，它也不涨。在通胀的环境当中，它甚至是慢性缩水的。稳定币可以拿来支付，但无法产生利息。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，这或许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，一旦进入加息周期，或者是资产荒时代，人们自然会抛弃不生息的资产，没有回报嘛，谁愿意长期持有嘛？一旦人类没有兴趣长期持有，那么这个货币媒介也就是做不大的，做不长的，因为这背离了整个人类金融体系进化的方向。所以我认为，等待特朗普下台之后，这个稳定币的声音也不会那么大了。当然，它的使命也许不是成为主要货币，而是成为众多交易当中的另外一种新选择。当然，眼下的投资还是有机会的吧？可以密切关注哪些企业将拿到香港稳定币的牌照。好了，说的差不多了，今天写的可真多，是我有史以来写的最长的一篇。会不会跟这篇文章的构思发生在上海和平饭店有关系呢？有历史的地方可能是让我想的太多了。好了，这是数字货币战争下集，你能听到这里必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你的烧脑证书在这里了，文字版也已经发布在书房了，包括手写笔记。我说完了，再见。